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平常接触的相学文章之中，常常研究的都是手掌上的纹路。其实，在相学理论之中，脚底的纹路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也能预示一个人的富贵和财运。今天就跟我一起看看脚底有哪3种金钱纹、富贵纹，属人中龙凤，财不外露，闷声发大财。1. 脚底有人形纹，脚底的中心位置处附近有纹路似人字的形状，如下图，并且这纹路清晰细腻。有这种纹路的人，在相学之中预示得上天的眷顾，不仅相貌清秀有英气，并且十分的聪颖，典型的属于我们常说的人中龙凤之人。这种族相的人，只要不走偏路，大部分都会成为当今社会中的精英。2. 脚底有剪刀纹，脚底的中心位置处有纹路来回曲折，仔细看有点神似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常用的剪刀，这就是相学之中的剪刀纹。如下图，有这种族相的人，属于能够剪财之人，就是能够把财富剪下来成为自己的，属于大富之人。同时，这种族相的人属于比较低调、不爱炫耀的人，并且十分的勤俭持家，不轻易炫耀自己的财富，闷声发大财，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人。3. 脚底有龟形纹，这种纹路和剪刀纹一样，属于比较罕见的脚纹，就是脚底有像乌龟模样的纹路。如下图，有这种脚纹的人，属于从政为官之人，并且是做大官的人。他们自带官运，能够通过自己的政绩步步高升，位居高职，可谓是事业有成人得意。4. 脚趾圆润，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头长得圆润饱满，脚趾甲呈圆形，且指甲长得平滑的话，这种人大多出身比较好，从小家境就比较的优越，不会吃很多的苦头，也不会干一些体力较重的活，从小养尊处优，学习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几乎没有太大的波折。女人长有这种脚相的话，属于十足的少奶奶命，能够嫁到富贵人家，一生享福又得宠。男人长有这种脚相，贵人多，事业上常有贵人相助，事业发展好，金钱挣得多。5. 脚心纹多，脚心处的纹理状况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脚心处纹路较多的话，这种人一般命非常的好，而且智慧也比较高，非常的有能力，在事业上能够有一番作为。如果脚心处出现3条伸长的竖纹的话，这条纹属于一条非常特殊的纹路，在相学中称为3侧纹。长有此纹的人往往能成大事，工作也比较好，识路能力非常强。若是脚心长有状如麦穗的纹路的话，这种人挣钱能力也非常的强，一生享不完的富贵。6. 脚底有痣，脚底长痣是一种非常吉利的象征，正所谓脚踩一星，可长千兵，尤其是黑痣，这颗痣长得越黑亮，个头越大，命越好，代表着财力丰厚，很有口福。这种人大多生活非常的安逸，挣钱比较的轻松，是众人眼里出了名的有钱人。而若是脚底生有红色的痣的话，这种人称为旺人痣。长有此痣的话，不仅自身的事业和生活比较顺利，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好运和财富，大家一起发财。7. 脚跟大而明显，如果脚后跟长得比较厚大明显的话，在相学中称为脚下生根，脚支撑着人的身体，代表着一个人的承担力和行动力。脚下生根是一种好命的象征，代表着这种人行事稳重，做事非常扎实，做任何事都是稳扎稳打，做事非常的靠谱，而且乐于帮助他人。当自己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援。不仅自身的财运很旺，周围的亲朋好友大多也都是有钱人，赚钱比较的轻松，家庭幸福而安康。8. 脚背丰厚有肉，如果一个人的脚背长得丰厚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大多性格非常的单纯和简单，也没有什么心眼，性格属于非常乐观的类型，心里不装饰，也不知操心，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别人也乐于与他们做朋友，经常有好运降临，遇到困难时常有贵人出手相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工作和生活方面一直都比较的顺心，财运旺盛。这种人放在古代，不是千金小姐也是谁家的公子哥。9. 脚弓明显，所谓的脚弓明显，主要指的是脚心处深凹比较明显，脚心与脚跟之间有着明显的凹凸特征。这种脚相的人一般从小出身就比较好，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能够给他们创造很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业运比较的好，而且多才多艺，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这种人大多目标感非常强，
做事也比较努力，再加上家中对他们的帮助，所以很少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和阻力，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便可以实现让别人羡慕的成就。10. 脚底有竖纹。如果一个人的脚底纹路是竖纹的，则说明这个人拥有好的脚相，而这种脚相是老天庇护的交，即使他的原始家庭可能给不了他们什么，但是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也会过上让人羡慕的生活。如果脚底纹路是横纹的话，则说明这个人活得比较辛苦，所以脚底有竖纹的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都能被称为是富贵之人。11. 脚面青筋突出。大多数人喜欢美丽，注意保养，享受幸福的人基本上有一双紧绷白皙的脚，摸起来很滑。然而有些人无法避免青筋凸起的现象，具有这一特点的生来就很努力，喜欢担心休闲，面对利益他们喜欢斤斤计较，有很强的竞争力，他们经常把自己搞垮，每天努力工作。12. 脚趾2、3同长。2个脚趾长的人天生富有，注定要享受荣耀和财富。如果3个脚趾和2个脚趾一样长，你需要一辈子四处奔波，很难有空闲时间。他们非常认真和负责任，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但只会给自己带来疲劳。亲戚和朋友也会主动向他们寻求帮助，并被琐事所困扰。即使你有钱，你也没有时间享受幸福。13. 脚平薄。脚又平又薄的人没有什么好处，然而他们温柔顺从，有一种鸟的感觉，所以总是有强烈的淘运气，得到异性的爱。但好的淘运气占少数，大多数是烂桃花。因此我们必须在婚姻中保持谨慎的态度，否则我们会让自己后悔，生活在热水中。14. 脚下有旋纹。旋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水波形，有旋转的趋势。假如脚心有旋纹，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假如脚底下有纹，如同大树或是花草状，也属于积财无数的富人。假如脚下的纹如同剪刀状，形成人字者，这类的朋友贵压千官，并且福禄寿长。2. 贫穷脚相。1. 足底平如板。在相学中，脚掌部位称为明堂，以凹如弓形为佳，最忌平薄。如果一个人的脚掌部位长得平薄如板的话，这种脚也称为平板脚。这种脚相的人一般喜欢盲目乐观，凡事都喜欢往最好的方面去想，属于比较喜欢幻想的一类人，最终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容易失望，而且做事不够踏实，喜欢抱着侥幸心理，在事业方面容易失败，财运也不是很好，一生较为的贫困拮据。2. 足下无纹。从面相学的角度来分析，脚掌如果长有光滑无纹路的话，这种脚相是非常不好的。长有这种脚相的人大多智慧平平，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属于那种说走就走，说干就干的性格，非常的自我和任性，也不喜欢受到约束，处事非常的自我和任性，经常容易招惹是非，在外面的名声不是很好，也很难有取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声誉，对个人发展非常不利，财运自然也不会太好。3. 脚趾尖薄。在相学中，脚趾长得较为圆长为宜，代表好的前程和财路。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头长得较为尖薄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性不定，缺乏耐心和坚持，意志力比较薄弱，预示着一生漂浮不定，容易远离家乡，挣钱非常的辛苦，工作变动比较大，很难有什么积蓄。若是脚趾甲的颜色灰淡的话，则一生辛劳奔波不停，虽然忙碌，但却贫困。4. 足大而薄。足大而薄指的是脚掌长得比较薄，脚型宽大，这种脚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急躁，脾气不是很好，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耐心，做事喜欢应付，总是抱着一种马马虎虎差不多的心态，所以经常容易出错，进取心比较差，为人贪图安逸享乐，也没有什么投资理财的观念和能力，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没有规划，几乎没有什么存款，很难获得较多的财富和较好的名望。5. 足上毛多粗硬。如果一个人的脚上毛长得比较多且看上去较为粗硬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固执，说话比较直，脾气火爆，做事容易冲动，而且特别的喜欢与人争斗，一旦发起火来，做事不顾后果，身边的小人非常多，经常容易得罪人，容易被人陷害，对其事业和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容易经历失败和坎坷，
导致破财招灾。平时为人处事方面还是需多谨慎一些，脾气也要收敛一下为好。好了，在面相学中，舌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与一个人的财富和福祉息息相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不同的舌头有着什么样的命运和性格，是哪3种舌头的人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富贵的吧。1. 舌头厚并且长。在相学之中，舌头厚实的人往往性格敦厚朴实，为人处事诚信为先，做任何事情都会按照规矩来，不会有出格的事情。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绝对的好人，适合作为婚姻伴侣和生意伙伴。舌头厚实，如果舌头再长些，且舌头的形状方方正正，那么就必是富贵命，财气满满，犹如财神爷附体，一辈子不缺吃喝和金钱，荣华富贵自然享不尽，十足的大吉之相。2. 舌头薄并且长。舌头薄并且长的人，在相学之中就是那种能言善辩之人，并且这种人十分的有聪明才智，对于任何事情都能通过自己天衣无缝的谋划来取得成功。就像《史记》之中形容张良的那句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这种蛇形的人适合从事智囊团的工作，长远的眼光加上能言善辩，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事业有成，自然富贵无人可及。3. 舌头小并且长。在相学之中，舌头小并且长的人十分的聪明有灵气，十分善于学习，年轻时往往成绩名列前茅，工作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成为专业人士，为企业创造很大的业绩。同时，这种人做事十分的果断，对于工作中的事情敢做敢当，非常适合作为搭档，因此人缘非常好，能够有很好的财运慢慢积累，晚年富贵荣华。以上是3种注定富贵的舌相。除此之外，舌头颜色、大小、厚薄都有很多说法。如果舌头从颜色来说的话，1. 紫舌淫乱，红舌禄贵，黑舌贫贱。舌色暗紫的人，则表示贪心妄为，好色且淫乱，贫穷又多病。如果舌色鲜而润明，表现能享受该时期高生涯水准，安闲有福，做事能持之以恒，求名求利。舌上有黑子的人，为人虚假。舌头红如朱色的人，一生富饶；舌头红如血色的人，必有官禄；舌头黑如羿的人，一生忙碌且难有财运；白色如土灰的人，一生贫穷。2. 舌如红莲。所谓舌如红莲，是指舌头在伸出来以后，像莲花花瓣一样，首先颜色上红润细腻，其次整体形状比较宽厚圆润，不过窄、过薄和过尖。有这种特征舌头的你，首先在财运上容易有非常显著的起色，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比别人更容易取得成功，财运会陪伴左右。此外，有这种舌头的朋友往往还喜欢社交、慈善等活动，通过这些十分有意义的活动，不但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在这些活动中还容易结识一些对自己未来有帮助的贵人，这样有利于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对于有舌如红莲的友们来说，多结交行善，不但可以修行立身，更加会提升自我财运，两全其美。3. 舌头方正鲜红。所谓方正鲜红，是从舌头的样子和颜色而言。方正是指伸出舌头看上去整体的形状呈现方正有厚度，不尖不窄。而鲜红是指舌头的颜色比较红亮润泽，十分鲜艳。有这种特征的舌头的你，往往在与人交流时，话语很有亲和力，并且说话既朴实又带有一些交际的技巧，因此往往人缘运势不错。此外，从个人发展而言，有这种舌头的你，财运、事业运往往容易有不俗的表现，正所谓名利双收的类型，亦因为机遇和朋友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因此，对于有这种舌头特点的朋友们来说，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多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会有利于自己的社交面和未来发展。4. 黑夜小短。所谓黑夜小短，是指首先舌头的颜色呈现出黑乌暗淡的情况，好像有些血液不流通的感觉。其次，舌头整体相比正常人来说要小短。有这个舌头特征的朋友们，往往在财运上有所欠佳，容易因为自身在消费时的大手大脚，而导致出现入不敷出的经济危机。此外，有这种舌头特征的朋友们，在健康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破损可能，因此平时要多加留心自己的健康，不可讳疾忌医而因小失大。对于有这种舌头的朋友们，建议大家首先在日常消费时保持冷静节俭的消费观念，同时多参加一些健身活动，这样可以提高自我的免疫力，远离病痛的侵扰。只有这样，
相信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完善。5. 大舌，舌大狡诈，可富可贵，舌头大且长，可富可贵，但为人较为狡猾，自私取巧。如果舌头很大，嘴巴却很小的人，则表示此人说话词不达意，往往说不到重点。6. 舌大却薄，无法成功，口才犀利，很具有说服力，是难得的雄辩家，适合做谈判、主持或外交等方面的职业。其缺点是喜欢搬弄是非，散播谣言，损坏别人的名声，给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伤害。男性会流于狡辩之徒，女性会流于长舌之妇之列，遭人唾弃。这些人做任何事都会挥霍时光，无法胜利，而且也会做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来。如果舌头呈椭圆形，则此人做事明理，为人忠厚，交朋友守信，讲义气，个性心直爽快。7. 舌小机巧，敢做敢当，舌头小而且长的人，聪明、机智、灵巧，变通性很好，但为人较有心机谋略，做事果断，说做就做，敢做敢当。不过这种人一生大都较为贫困清寒。如果舌头又平的人，则难免一生要劳碌一点去赚钱才可以了。如果舌头小又尖，则此人贪婪无比，只想收获，不想付出。如果舌头小但嘴巴很大的人，则这种人心直口快，有话就说，率性。如果舌头小鼻子大的人，也会很忙碌，比较难存钱，虽会长寿，但子嗣却很少。如果有人天生舌头过小，或是后来慢慢变化，那么容易导致漏情、漏财、漏健康的情况。8. 长舌好辩，醇厚有福，舌头如果尖而且长，这个人生性喜好辩论，而且心怀不轨，舌头长到可以舔到鼻头，则代表可富可贵。如果是体型瘦小、五官庸俗普通的人，就不一定了。如果是鼻相、眼相有缺陷的人，而且舌头又可以舔到鼻头的人，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如果舌头长又尖，就好像蛇一般，则此人个性毒辣，杀人不眨眼。不过如果舌头长，而且嘴唇厚，晚年会得孕。9. 短舌，舌短于鲁，一生贫苦，舌头短而且粗的人，有这种相，一般来说都是个性愚蠢鲁莽的人所有。如果舌头小而且又短，则此人不但个性愚蠢鲁莽，而且也会因为这些因素而一生贫穷困苦。如果舌头短而且薄的人，这种人喜欢谈论别人的是非，到处说别人的八卦。如果舌头短而且方方正正的人，则属于大器晚成者，晚年运气会逐渐好转。10. 厚舌，舌厚朴实且常富贵，舌头敦厚的人，反因此较迟钝，但为人诚信朴实，做事稳扎稳打，绝不会胡作非为，是1等1的大好人。但如果舌头过于粗厚，又能舔到鼻头的人，表示这个人一生难成大事。如果舌头厚而且长的人，就算不是大富大贵，也会福寿同治。如果舌头厚而且长，并且方方正正，则此人必能尽享荣华富贵，是属于吉祥。11. 薄舌，舌薄且长，善辩，极具谋略，舌头薄而且长大的人，这种人善于辩论，应对机智，才能很强，善于运筹策划。所谓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的商业战争、人事作战，都是非这种人莫属。最适合的工作就一定是策划工作了。这些人作为领导也会很不错，因为他们眼光够远大，也聪明，善于应付难关。12. 薄舌，舌薄而小，一生贫困。如果舌头薄而又小，则此人个性狡诈，而且多可能一生贫困。女性如果舌头薄小而且且短，则代表着她们个性不够好，多贫困劳苦的时候应多加改善。13. 尖舌，好奇心重，讲话夸张，他们的声音多带尖细。此类人对别人的事相当感兴趣，好奇心重，想象力丰盛，一点点资料也可以很会编故事，添油加醋。如果女生这种情况就要小心，对他人隐私特别感兴趣，和这种人在一起也要坚持一份间隔，警惕陷进是非之中。当然，好奇心人人都有，只不地他们好奇心太重罢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很任性，几乎没有什么机密，和这种人交朋友还是比你简略开心的。好了，以相显富贵，身体有这8种特征的男人，富贵加身，一生锦衣玉食。什么是好男人？在相学理论之中，就是带富贵之相的男人。今天就跟小编一起看看男人的身体有哪8种特征，就是富贵命，能够一生锦衣玉食。1. 男人的手掌大且柔软有肉，这种手相的男人必定是富贵之人，一辈子都有好吃好喝的。2. 男人的说话语速缓慢，但声音有力，
乡书有这么一句话语缓人贵，如果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复杂环境下都能说话十分的缓慢，并且说话的声音又掷地有声，那么这个男人必定是富贵之人。这个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例外。3. 男人的额头十分的开阔饱满，这种额头从侧面看起来有一定的弧度，并且没有任何的伤痕。这种面相的男人贵人运旺盛，在工作和事业上因为贵人的帮助会得到很大的发展。4. 男人的鼻子挺拔且两侧的鼻翼有肉，这种鼻相的男人事业运十分旺盛，不仅能进财，更能守住财。男人的下巴十分圆润，这种面相也是富贵之相的一种。这种男人运势相当好，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踏实肯干，能够挣得巨额的财富，即使是一无所有，也可以一飞冲天，成为大富翁。6. 男人的耳朵大且耳垂厚实，这种耳相在面相之中是幸运之相，这种男人福气满满，并且运势好而稳定，在工作和事业上经常有贵人出手相助，自己不用费太大的力就可以获得成功。7. 男人的嘴巴大，并且嘴唇略微丰满，这种嘴相的人也是有福之人，正如俗话说的嘴大吃八方，有吃有喝乐逍遥。8. 男人站有站样，坐有坐相，这样的男人十分端正，心中有静气，能够稳住心性做事情，必定能成大事。毕竟事业对于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很好的事业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好一点的生活。而往往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父母的帮衬的话，那想要发大财，就是要靠白手起家，成功的概率也是很低的。但是如果你身上有这几颗男人少见的极富贵质，那即使是白手起家，也能赚到千万家产。下面就接着跟我一起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吧。1. 头顶痣。男性身上大富大贵的痣中，头顶痣尤其难得，这个痣相的男人很少，俗称好运痣。而且这个位置的痣很难被人发现，就算是拥有这个痣，自己也不一定知道。长有这颗痣的人，自出娘胎就拥有别人羡慕的好运，如碰到困难，即使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或者出事之后衣食无忧，别人要奋斗几十年，而你一出生就便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是天生有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的好命。2. 太阳穴痣。太阳穴痣是男人脸上10大福痣之一。太阳穴属于迁移宫，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远行、旅游、升迁及移民等讯息，俗称事业痣。一般太阳穴位置长痣的男人，如果痣的颜色红为吉相，若为青黑色，为人比较自信，凡事都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成功。太阳穴有痣的男人事业运非常不错，他们非常聪明，能力强，而且自身又很努力勤奋，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表现，未来能有一番大作为。无论是出行还是做生意，都会得愿所偿，是吉利的征兆。3. 额头痣。额头痣是有名的男人富贵痣，男人的额头是祖业的象征，俗称祖业痣。若天庭饱满、印堂光滑、洪亮，则代表着此人财气好，基业相当丰富。若是额头上长痣，有这颗痣的男人生下来便是衣食无忧，祖籍深厚，还有父母长辈的扶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不用多努力便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什么都来得比别人容易，是十足的有福之人，所以叫做大福痣。4. 眉心痣。在痣相学中，眉毛和眉毛之间的位置称为事业宫，象征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及职位的升迁。如果眉心长有极痣的话，则表示此人在事业上会走得非常顺利，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也会因此收获颇多，大富大贵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如果这颗痣是灰色，则是恶痣，表示他们一生多遇小人，容易遭受陷害。颧骨痣。颧骨长痣的人代表天资聪明，此类人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而且很上进、积极。颧骨长痣的人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不是老板就是权高位重之人，在将来一定是能够创造一番大事业，是人中之龙。如果男性的颧骨有痣，那就表示他将会在职场上有一定的地位，事业上必定能够成就一番大成就。这种志向的男人特别有上进心，事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机会，一般都是领导级的任务。尤其是右脸颧骨上的痣，又叫贵人痣，这个地方长痣的男人贵人运非常不错，能够在贵人的帮助下成就一番事业。6. 鼻头痣。面相学中，鼻子被称为财帛宫，是一个人财运的象征。鼻头痣是一定会巨富的志向，鼻头愈丰隆，收入愈多，鼻翼越饱满，
积蓄也越多。若是男人的鼻头上长痣，且此痣黑而明亮，则代表此人财气很好，预示着此人将来会财气亨通，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如果鼻子长得饱满，而且丰隆，那么更加说明了他们的财运长如虹，一生之中他们都会有很好的财运，所以一生之中都不会为了钱财而发愁，一生之中非富即贵。而且鼻头突然出现痣，表示你最近会进点小财。7. 上唇痣。俗话说得好，嘴大吃四方，而嘴唇有痣的人一般都是不愁吃穿的命。如果一个男人上嘴唇位置长痣，则是一个福气痣，家中祖业雄厚，一生丰衣足食，老来必置华屋田产等不动产。而且上唇长的男人一般是非常善于投资理财的男人，他们对稳定的月收入不满意，赚更多的钱，因此上唇有痣的男人总是在财务管理上投资，他们确实是非常有远见的人，他们每次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因此他们会变得富有而高贵。8. 下巴痣。下巴痣是男人身上大富大贵的痣，对于男人来说，拥有足够的财富才是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志向学中，男人下巴长痣主财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周围有痣，则代表会有财富伴随你的一生，可能年纪轻轻就会继承一大笔祖上遗产。而且这个志向的男人很有经商头脑，特别适合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行业。另外，此类志向的人聪明好学、勤奋上进，多数都是有学问之人，过上有档次的生活。9. 眼角痣。男人的眼角长痣，代表着这种人为人很是精明，而且生活中他们不怕吃苦，善于交际，八面玲珑。他们有着很广的人脉关系，在工作中往往能够靠着关系处理各种问题，靠着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加上他们很会把握机会，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必定能够功成名就。尤其是右眼角的平行延长线上有痣的话，那这颗痣就叫做经营痣。这类男人头脑聪明，处事圆滑，是非常有志气、有想法的人，即使遇到困难也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没什么可以难倒他们。10. 耳朵痣。耳朵痣是男人的富贵痣，耳朵上有痣也是大吉的象征，不仅代表着孝顺，还代表着该人将来必定可以大富大贵。因为耳朵上的痣一般比较隐藏，所以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大多数会是隐形富豪，家底实力雄厚，一生贵不可言。他们一般非常擅长经商，而且有雄心壮志。不仅如此，这个部位有痣的男人还很顾家，懂得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可靠的人。11. 脚底痣。脚底长痣的男人一般很喜欢到外面奔波或者旅行，而且不甘于平凡的生活，是一个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有脚底痣的男人很聪明，而且在职场中往往都能呼风唤雨。他们为人很老实，而且在职场中他们往往能得到领导的认可，有着很好的人缘。即使是在困境中，也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在事业中，他们会有自己的成就。12. 胸前痣。男人10处有痣是富贵痣，胸前痣就是其中的典型。男人胸前长痣，代表着他们有天生的富贵命，而且有着很好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是有抱负、有野心的人，有自己要奋斗的目标，并为之努力，是属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类型。而且无论做什么事都抢在别人的前头，所以也会比他人先一步到达成功的彼岸。这种人一生之中都是幸运的处人，一生非富即贵。13. 肚脐痣。肚脐上的痣是属于隐蔽的痣，这样的男性头脑聪明，反应敏锐，处事灵活，考虑问题比较长远，有大局观念，个人能力比较突出，容易在事业上成功，分析判断能力强，有抓住机会的能力，在事业上经常受到贵人的帮助，每次有困难总是会化险为夷恶，在事业上和生活上都是一生幸运的。14. 手背有痣。从志向来讲，手背有痣的男人同样都是属于自带财气的，这些都是因为你们都是很懂得如何赚钱，从赚的钱中来讲，同样可以得到了很好的把握。你们很大方，有钱也不会太高傲，所以都是让自己的人气搬得很高。15. 手心痣。手心有痣的男人天生就很聪明，在赚钱方面也有自己的方法，凭借聪明才智能赚取很多钱财，聚财能力也是一流的。这样的男人不仅能赚取很多钱财，也是善于理财的一个人来的，清楚地知道该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所以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努力，即使没有别人的帮助，也能有很好的发展。
通过努力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后能闯出一番大事业。一屋一风水，每家的屋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风水体系。屋子内外的结构不同，其包含的风水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构房子都离不开玄关。玄关是家里正门通往屋内必经的地方，是连接屋里屋外的交叉地，所以这一块的风水向来比较重要。而且如果这一块的风水比较好，可以使整个屋子的风水达到平衡，使家庭的运势更加的旺盛而更有朝气。今天就和大家聊聊玄关布置有哪些风水禁忌。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进门玄关脚垫。一、门口脚垫风水忌脏秽。家中进门口的这些踏脚垫最忌讳脏污破损，要经常的清洗。如果出现破损，就及时的更换。因为家居的门可相当于人的口，所谓病从口入，影响家居风水不好的因素也可能是从门口带入家中的。而进门口的脚垫是用于清洁我们鞋底的脏污，以免自己把外面带回来的灰尘或浊气带进家中。如果脚垫不经常清洗的，破损也不更换，这会让它失去本来的作用，更会使家中的环境卫生变差，也会把一些不好的气场带入家中，影响到家中风水磁场，使家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总会出现不顺利。二、门口脚垫风水与门口方位五行相克。风水讲究的是环境的气场，我们的住宅门口的方位五行不同，对应的气场也是各异的。也就是说，每户人家的住宅方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气场，而进门口的脚垫也应该根据各自家门中门口五行方位来选。应顾虑到脚垫的颜色是否跟门口方位的五行相克，例如门口的方位在南方，南方属火，水克火，而水所属的颜色是蓝色或是淡蓝色。如果家中用的脚踏垫是蓝色或淡蓝色，那么就与家中的方位五行相克，那样会大大有损家居风水，也会对家人不利。玄关挂风水画，忌进一玄关处的挂画处，不适宜出现大面的镜子。在风水学中，镜子具有反射镜像的功效，门口的气能会因镜子的反射而改变。进门玄关风水禁忌，并会把门外的景象纳入镜中，不符合玄关的化煞纳气之需要。因此如果在玄关处悬挂带有镜子的话，会对家人产生不良的影响。禁忌二，玄关作为进入大门后第一个看到的内部空间，如果想凸显主人的文化和品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玄关挂一幅书画，书画风格和内容可以直接反映主人的学问见解和生活品味。因此对于悬挂的书法一定要精挑细选，并不是所有的书法内容都可以悬挂在玄关的。正确的书法可以对人起到警惕的作用，使主人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禁忌三，玄关在房屋的重要地位，就如同国家的重要港口，需要尽可能的纳水，这样才能够兴旺起来。玄关的格局必定要在两旁有神出的弯位，形如英文字母的 U 字，伸出的弯臂就如同人的两臂，左右互持都抱，而在中心凹陷的地方就是风水中的纳气位，可以藏风纳气，这样才能够达到人丁和钱财两种运气都旺盛的效果。
这样一来啊，在玄关这个位置就不是很适宜悬挂瀑布之类的画作，因为这样会使主人的运气出现反复的现象。禁忌4，如果画作中有凶猛的野兽存在的话，比如老虎、狮子、狼、黑熊等动物，这样的画作都是不可以悬挂在玄关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到家人的身体健康。禁忌5，玄关上悬挂的字画在摆放方式上要横着悬挂，不可以竖着。如果大门的上沿可以和字画形成2条平衡的横线，那么就可以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此外，如果要在玄关摆放鞋柜，应该选择既低且平的原则。同样的，鞋柜要和玄关的挂画形成2条平衡的横线。禁忌6，颜色太深或者拥有大片黑色的画作是不适宜悬挂在玄关这个位置上的。那是因为这样的画作看上去使人觉得沉重，容易使人一直消沉悲观，做事缺少动力。以上是玄关布置的禁忌。玄关把握房屋的气口，因此在装修时不能忽视其风水意义，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玄关镜子，大门对镜容易产生幻想，精神不集中，甚至导致生病。加之如果镜子的方位在病位，它会把病位的气场散发到整个房间。大门对镜会影响家庭的财运，镜面的反射作用把进屋的财气反射出去，将财神拒之门外。间隔，玄关之处是居室入口的一个区域，它与客厅相邻。对于客厅与玄关之间的间隔，应以下面实心，上面通透为主，以增加居室空间的私密性，防止外泄。当然，也可以用空心的博骨架与磨砂玻璃之类的装饰物。玄关方位，玄关位于正门旁偏左或者偏右为吉，但切记玄关与住宅正门成一线，这样外人的人很容易窥视室内的一切，不利于房屋的保密。因此，玄关宜设置在大门的偏左或偏右的方位。灯光，如今市场上的灯光不仅有着照明的作用，而且还具备着装饰空间的功能。在玄关风水中，灯光因此宜明不宜暗的原则，其造型也应该避免三角形，以排列成方形与圆形为最佳，则具有着方正平稳与团圆的象征。玄关材料最好选择不透明的材质来间隔，因为风水上讲究藏风纳垢，只要能够达到让风回旋的效果，也可以得到化煞的效果。需要注意，玄关的大小和高度需和门的大小、宽窄相当，如此才能发挥足够的效果。布局，玄关只是一个小空间，但也不能太过狭窄。从风水上来讲，玄关不宜太狭窄，不宜太阴暗，不宜杂乱等。玄关过于狭窄，给人局促的感觉，反而不能达到家居保密作用。一般来说，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布置物件也不少，古董摆设、挂画、鞋柜、衣帽柜、镜子、小坐凳等。隔断，在玄关风水学中，其客厅与玄关之间的隔断也不宜太高与太低，通常情况下以2米为最佳高度，太高的隔断身处其中会有压迫感，太高则是阻挡了屋外之气，不仅是玄关风水学中，还是实用性方面，这种情况都不妥当。地板，玄关地板不宜太滑，太滑的地板容易滑倒受伤。在玄关风水之中，地下排水管不宜跨越大门和玄关之间，财水内外交流时会使玄关之处受污，影响着
家人的健康和财运。家具，在玄关风水之中，家具的摆件一般以不影响居住者的出入为实际原则。小户型家居空间可以运用鞋柜、低柜等等家具来扩大收纳空间。植物的出现能够让人构成整体性和互通性的视觉感官。在玄关风水学中，应禁忌有刺的植物，如玫瑰、仙人掌等等，以常绿赏叶植物为宜，如发财树、黄金葛、铁树和赏叶榕等。装饰物，有许多家宅门口中主人常常喜欢摆放麒麟、狮子等威猛而具有灵性的猛兽。作为家居空间的守护神，当然这些凶猛而具有灵性的猛兽摆在住宅外会受到诸多的限制，但如摆放在玄关之中，也可以起到护宅的作用。鞋柜玄关风水。一，不少爱靓女士拥有一大堆不同款式的鞋子，并喜欢将鞋放于睡房内，方便上街前选鞋搭衫。其实这是犯了风水禁忌，鞋子只适宜摆放在大门口附近，却不适宜放在屋内其他的地方，包括睡房。上街穿的鞋沾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气，通常比较杂乱，故只适宜放在经常出入的大门附近。二，如果把鞋子四处乱放，外面不好的气将会随着鞋子进入屋内，直接影响屋中人的运程。所以家居最好添置一个鞋柜，将鞋子全部放入柜内，不好的磁场便无法随便释放出来。三，对于大门面向走廊的家居，鞋柜更可做兼并屏风之用，阻挡由大门直冲而进的煞气。至于不曾穿过上街的新鞋或供室内专用的拖鞋，放在家中任何的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考虑到玄关的问题可以在玄关入门处安置一个小巧的鞋柜，只摆放日常更换的鞋子，新鞋或者换季的可以擦拭干净后放于居室其他的空间。在风水学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煞气，其中住宅风水中较为忌讳的煞气之一就有穿堂煞。犯了穿堂煞的住宅容易导致住户破财，运势不佳，甚至是影响健康。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穿堂煞。今天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穿堂煞的风水，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家中有没有中。一，什么是穿堂煞？穿堂煞是由于房屋内部布局违背了风水学知识而形成的一种煞气。具体的来说，穿堂煞也就是门厅大门打开正对着任意居室空间的阳台或后门，一般指的是住宅正门与客厅阳台正对，或者房屋前窗和房屋后窗正对，而通向彼此的过道并没有遮蔽两边视野的隔断或障碍物，从而产生了无障碍的穿堂设计，导致其形成穿堂煞。就像咱们去酒店或者售楼部，入户大堂的门多数都是旋转门，目的是让气在此停留，缓缓而入。由于现在的住宅特别讲究采光通风，所以有些户型会特意设计成南北或东西通透的空间结构，认为房屋更为明亮通透，利于更换新鲜空气。其实不然，这种穿堂设计正犯了风水学中的忌讳，并不利于住宅聚气聚财。二，穿堂煞的种类。风水中漏财的第一个禁忌就是穿堂煞。基本上一般人总是认为穿堂煞可以区分为门对门、门对窗、窗对窗三种。只要是阳宅两边直接对外之气口直接互相正对中间，
又无不透光之物体阻隔，这就是穿堂煞气。其实穿堂煞的正确解读只有2种状况：一是房间或空间之内的前后门直线相通，谓之穿堂煞；二，现今因为有落地窗，所以大门直接面对落地窗也列入穿堂煞的风水考虑之一。但是门对着窗户并不是穿堂煞，无需过度恐慌。三、穿堂煞的危害。从风水学角度来说，若要保证空间布局能具备好的住宅风水，那么对房屋的基本要求则是能够保证居室具备藏风聚气的作用。这也就相当于要求房屋不能形成直通的空间布局。但是穿堂煞危害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其空间结构特点是门对门直通或窗与窗直通，从而导致难以藏风聚气的问题，容易导致气流刚从正门进入居室内，但是尚未停留于住宅中，与其他气流凝聚成更大的力量时，这股气流便从后门毫无障碍地流走了。倘若流入住宅的是财运、福运的话，那么具有这种穿堂煞的房屋格局的家庭也无法将其收入家中，反而可能会导致破财、难以聚人气等问题。此外，穿堂煞还会造成住宅内的气场处于一个极为不平衡的状态，导致家庭可能会发生血光之灾或其他不祥的意外。而且气流容易散失的居室，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很难获取能量，因此可能出现家庭成员不愿在家中，或导致夫妻生活破裂、家庭相处不融洽等问题。而且当穿堂煞在不同空间内出现时，所产生的危害也不相同。接下来具体再为大家讲解一下。一、厨房穿堂。厨房是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常去的一个场所，那么倘若这里的磁场不好，或许会直接影响到居住者或者使用厨房这个人的运势。厨房若出现风水问题，在整个住宅的风水当中，其实是最快发凶的。厨房穿堂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厨房风水当中的最大禁忌。穿堂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厨房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比如我们可以从厨房直接走进客厅或者卧室等等。而厨房穿堂这种显现会直接影响整个家里的家运。比如新婚夫妇倘若新房的厨房穿堂，那么最严重的可能会发生交通意外，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厨房穿堂的重要风水表现，会使得居住者发生一些意外擦伤、意外摔跤等等一些意外事件。因此最好别让格局导致厨房穿堂。二、卧室穿堂。那么说完厨房穿堂之后，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区域，就是人们在一天当中待得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卧室。那么卧室穿堂可以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的。卧室也是不能穿堂的，也是不允许破坏这个风水格局的。但是我们看了很多房子，几乎很多卧室都可以直接穿过进入阳台。其实这里要纠正一下，倘若卧室跟阳台有一扇窗或者一扇门，其实都是无妨的，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这样属于两个不一样的空间。那么在这里大佬要说一下，虽然卧室穿堂没有厨房穿堂来的那么严重，但是也会稍微影响到居住者的磁场运势，所以提醒各位谨慎对待卧室穿堂的风水格局。三、客厅穿堂。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客厅通往阳台的那个区域多了一扇门有点麻烦，因此都会选择拆除那扇门。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客厅是交际之地，倘若你们想多开几扇门，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倘若没有隔断或者门窗的隔离，其实属于同一空间，这样就属于穿堂的风水现象，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居住者的家运。4. 穿堂煞如何化解？ 1. 中间摆放隔断。由于穿堂煞的空间格局是门窗直通，因此在大门与后门、前窗与后窗之间摆放一些障碍物，就具有很好的化解作用，能够避免气流快速流走而无法聚集于住宅中，如屏风。2. 安装不透光窗帘。阳台、窗户处安装不透光的窗帘，能够避免光线直接与大门相对，从而缓解穿堂煞的危害性。3. 设玄关。在入户门与阳台之间合理的位置做玄关，最好是一个到顶的收纳柜，这样既可以储存物品，也可以化煞。正对入户门的那一面做成文化墙，背面做成收纳柜。如果入户门在西方或者北方、东方，可以靠近文化墙的地方安放一个水池鱼缸，起到纳财的作用。4. 挂珠帘化解风水穿堂煞。如果有些住宅由于格局问题不能用屏风化解穿堂煞，那么可以采用悬挂珠帘的方法来化解穿堂煞。但是悬挂珠帘的方法适用于门与窗及门与门之间的穿堂煞。如果直接关上门，固然可以阻挡气流的运行，但也影响了家中的通风。悬挂珠帘既能减缓气流的速度，又能够保持通风换气，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另外，悬挂珠帘还美观，对房屋也有装饰的作用。穿堂煞户型是户型中煞气比较重的一种户型，因此大佬建议人们购买房屋时，应认真观察住宅是否出现穿堂煞户型，以免家庭生活遭受不好的风水困扰。虽然穿堂煞户型能够为住宅营造一个明亮通透的生活空间，但是也得从风水角度来综合衡量房屋户型是否得当。如果自家住宅已经是穿堂煞户型，建议及时采取上述的方法进行化解。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命理学就很注重下巴看相蕴含着的种种讯息。下巴可反映一个人的子女运及事业运，还有晚年运势。下巴长得好，晚年运绝佳。有以下6种下巴的人，晚年运势极好。1. 圆下巴之相，拥有该面相的女性，定是一个相当顾家之人。圆下巴的年轻女子，生殖、骨盆等均发达，生产也很方便。假如是男性，那么他一定是性情温和，不但爱情得力，而且事业也会较为成功，子女也会因为你的仁爱之心而很孝顺。2. 宽下巴之相，宽下巴人的性格比圆下巴的人性格要格外强硬些，他们对任何事物均会彻底研究，往往拥有我佛慈悲式的伟大爱情。虽然具有嫉妒心，但也兼有宽容的美德，不会由于激情而毁了自己。他们心中布满了仁义，也可能会有一所豪华的巨宅。方下巴的人属于行动派，永远不能无事可做，他们的个性常刚毅果断，当他们有了一个意念时，一定会很果断地勇往直前。3. 下巴遐而圆之相，恋爱至上的他们可以为爱生为爱死。如果是一位男性属于这类型，他在实践能力方面可能会欠缺，不适于从事竞争激烈的商界。由于这类型人的头脑较为清楚，最好去做文字类的工作，或许更有发展。4. 下巴突出之相，一般下巴较为突出的人都具有较为丰富的感情欲望。如果是下巴凹陷的人，对爱情便是很冷淡，又或许是对爱不专一。下巴尖而狭窄之相，该面相之人无论男女皆是较为神经质之人，在爱情的道路上并不是十分的如意。在人相学中，恶的外形特点可表示晚年的运势。尖而狭窄的下巴是早夭之相，其人生里程可能很短，即使寿命较长，晚年也是十分凄凉的。例如才华卓越的莫索特、肖邦等人就属于这一类型。
在很年轻时就把自己燃烧完毕。6. 下巴肥又厚，人旺财也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和外貌。而在面相学中，下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被认为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命运和财富状况。其中，下巴肥又厚的人被认为是非常幸运和有福气的人。首先，下巴肥又厚的人通常被认为性格豁达、开朗、乐观，他们通常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轻易发脾气。相反，他们能够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并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这种积极的心态不仅能够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更受欢迎，还能够使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更加成功。其次，下巴肥又厚的人也被认为是非常有福气的人，他们通常能够拥有美满的家庭、事业和财富，这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心态都非常积极，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好运和机会。此外，他们也非常善于抓住机遇，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下巴肥又厚的人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有财运的人。在面相学中，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田宅和财运，而下巴肥又厚的人通常会有很多的田宅和财富。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够获得财富，而是说他们具有很好的财运和机遇，能够轻松地获得财富和成功。所以，下巴肥又厚的人被认为是非常幸运、有福气和有财运的人。他们的积极心态和性格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好运和机会，同时也能够使他们更加成功和富裕。因此，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幸运、有福气和有财运的人，不妨试着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开朗的性格，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安享晚年，要么子孙承欢膝下，要么身体健康，吃喝不愁。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自己之后的运势会怎么样。有些人天生好命，从一出生好运气就常伴他左右，但还有些人是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如果能苦尽甘来，那也算是越老越有福气，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最终收获了甜蜜的回报。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面相上来看一下，哪些人的面相是越老越有福气的那一种呢？1. 人中上窄下宽，纹路清晰。如果一个人的人中是属于上窄下宽的那种，那可能他小时候的运势可能不好，但是年龄越大，运势会变得越来越好，直至老年时运势更佳。若纹路还很清晰，则说明多主长寿，所以保持好的身体吧，这样才能做到好运有好命相。2. 眼神宁静淡远。一个人的眼神最能说明他的内心，即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淡远宁静，那说明此人不会为了小事就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因为他秉着吃亏是福的做人宗旨，有舍才有得。正是因为这种长年累月的舍和付出，才给这种人的老年生活积累了好运。3. 眉毛浓密，长眉入鬓。若一个人毛发浓密，那说明他多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也许年轻时可能会因为这一点吃亏，但是日久见人心，愿意跟他相处、和他交朋友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也为他晚年运势的好转奠定了基础。若一个人眉毛较长，那说明他多是一个性情温和之人，不仅不会为钱所困，有着良好的六亲关系，还拥有体谅人的雅量，容易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特别是长眉入鬓之人，运势会随着年龄越大而变得越来越好。4. 鼻翼丰隆。这类人的办事能力很强，头脑很聪明，再难也不能难倒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们的人生阅历也是相当的丰富，做事不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有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目标，所以到了中年的时候能飞黄腾达，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拥有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晚年肯定是能享福的。5. 耳朵饱满圆润。听觉是代表福分，也代表人一生中的运气。而如果一个人拥有饱满圆润的耳朵，那就标志着他的晚年运势好，多主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子女贤孝。而且这类人天生富贵命，能力很强，有赚大钱的本事，能让一家人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6. 唇形端正，唇尾上翘。俗话说，有口福，有口德。若一个口型端正，那他说话这方面就很不错，既不会伤害他人，也不会伤害自己。唇尾上翘之人，不笑时仿佛也含着笑意，所以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对他们人际关系方面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类人事业会成功，生活方面也能得到贵人的扶持，能让自己赚取很多钱财的，晚年是能好好享受的。如果你都没有拥有以上这些面相，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多多做好事，积累福报，因为行善积德也是改变命运和运气的关键之一。7. 面色红润有光泽，晚年有福气的人，他们的面色常常红润有光泽，这是因为他们保持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身体健康，他们注重营养均衡的饮食，每天摄入丰富的水果和蔬菜，保持了良好的肠胃功能，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保持了适度的运动量。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的面色看起来红润有光泽，散发出健康与活力的气息。8. 面容和善常带笑，晚年有福气的人，他们的面容和善，常常带着笑容，他们通常积极乐观，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喜悦，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他们也能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不轻易沮丧。他们懂得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愿意与人分享快乐和温暖。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使他们的面容洋溢着幸福和满足。9. 状态松弛，情绪稳定，晚年有福气的人，他们的状态松弛，情绪稳定，他们通常不会为了一些小事而过于紧张和焦虑，懂得放下心中的包袱和压力。他们乐于与家人和朋友们相聚，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和人们抱有宽容和理解，不会轻易生气或是与人争吵。这种状态的松弛和情绪的稳定，让他们更加深入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从而拥有了晚年的福气。晚年有福气，并不仅仅取决于面相，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为和态度。只有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学会放下和宽容，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不论你今天的面相如何，只要你努力去追求这些品质，你也能拥有晚年的福气。好了，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今天给大家介绍5种靠不住的男人面相：眼高手低，孤傲偏执，嫁了倒霉一辈子。1. 天庭低窄凹陷的男人面相。天庭即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运势和官路。如果男人的额头部位长得低窄凹陷的话，这类男人大多智慧和眼界不高，考虑问题时目光非常的短浅，整天脑子里想的比较好，但是却不去行动，属于眼高手低的类型。收入低的看不上，收入高的能力又达不到，做起事来非常的不踏实，而且心胸和气量也比较狭小，喜欢斤斤计较，没有什么好人缘，最终容易一事无成，一生多苦。2. 牙齿过于前凸的男人面相。牙齿为肾之花朵，代表着一个人的肾气是否充足，个性和脾气是否优良。如果男人的牙齿长得过于前凸的话，代表着肾气过旺。这类男人大多性情都比较的暴躁，做事时缺乏耐心，喜欢发火，有着很强的攻击性，而且个性非常的要强，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认输，还有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遇事缺乏冷静的思考，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喜欢一意孤行，缺乏容人之量，很少有女人能够忍受，还特别的喜欢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在背后说他人的是非长短，特别的讨厌。3. 没有腮骨的男人面相。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信用度和吃苦耐劳的能力。如果男人两腮尖削，看上去腮骨很不明显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意志力薄弱，经不起诱惑，而且没有责任和担当，家庭观念非常的淡薄，整天贪图于自己的享乐，做事不踏实，内心不上进，属于那种扶不起的阿斗，而且一点苦也吃不了，遇到点困难就退缩，无法扛起家庭的担子，只适合做那种小白脸，不适合结婚。4. 三白眼男人面相。三白眼指的是瞳仁过于靠上或靠下，使得瞳仁的上方或下方有眼白露出。瞳仁靠上的话称为下三白，瞳仁靠下的话称为上三白。三白眼的人大多比较自我，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关心别人的想法。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偏执，有着很强的驾驭之心，凡事都希望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而且这种人也比较的孤傲，不喜欢与他人过分亲密，只有涉及到利益才会暴露出自己的本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事不择手段，属于非常危险的一类人。5. 颧骨高凸横长的男人面相。颧骨在相学中称为权力之骨，如果男人的颧骨长得高凸横长的话，这类男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霸道和蛮横，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对于他人都比较的苛刻和挑剔，
而且占有欲极强，还特别的爱吃醋，不喜欢女方与其他异性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还经常对女人的事业和生活指指点点，内心的权力欲非常重，所以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显得比较的功利，凡事都要先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很少会顾及他人的感受，因此人际关系比较的糟糕，事业上发展并不顺利，一生多贫，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不管运势注定是什么样的，只要我们努力了，那么总是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在等着我们。有这3个面相特别的男人，注定富贵多金，大富大贵。有以下特征的男人，他们非富即贵，一起来看看吧。1. 额头饱满。很多人在观感上觉得脑门太大并不好看，有一些显脸大的感觉，但是发际线较高，脑门过大，被人称之为王相，在古代是有着王侯将相之福的。额头饱满意味着权势高，经济条件充裕，同时也会招揽一些烂桃花。如果男性朋友拥有一个宽大的额头，意味着事业发展很好。2. 眉骨突出。眉骨位于眼睛上方，一般来说眉骨和眼眶是平齐的，但是有些人的眉骨稍稍突出，非常立体。如果有一双大眼睛的话，更能衬托出这个人的气质如何。眉骨形状意味着眉毛的形状是否浓密稀疏，同时也提高了眼睛的深邃程度。眉骨较高的人群，眼睛非常深邃，看上去炯炯有神，很有安全感。3. 鼻梁挺阔，鼻头大。如果有一个挺阔的鼻梁，加上一个宽大的鼻头，说明财库充盈，财运很好。鼻子主宰了面部五官，同时意味着一个人的经济条件如何。如果你的鼻头大，但是鼻梁塌，说明少年时期努力上进，有一定的收入和积蓄，但是人到中年或许会有破财的情况。如果鼻梁大鼻头小，说明年轻时期需要努力上进，到老了才有机会获得高收入，无论哪个年龄阶段都要努力。4. 面颊红润。如果脸颊红润，面色很好，说明这位男生的生活习惯不错，在生活中懂得分配自己的时间，同时知道保证正常的作息习惯，身体素质突出。健康方面是不用担心的，因为非常自律，所以可以推动事业发展。他们很努力上进，懂得抓住机遇，而且会提供一些有用但是令人意外的想法，这一生都很顺利，对待家人和睦，亲朋好友友善。5. 两耳扩大。大家都知道，从一个人的耳朵上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比如财运、健康、福气等。有着两耳扩大面相的男人聪明伶俐，做什么事情都会比别人快一步，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会顺风顺水。他们的运势极强，再加上人际关系很好，成功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副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他们安享晚年。这样的男人不抓住都可惜了。他们不仅财运好，而且对待另一半很体贴，找老公的要看准了。6. 眼睛有神，眉眼弯弯。都说眼睛是会说话的，看一个人是否有精神正直，就可以看他的眼睛。而眼睛有神，眉眼弯弯的男人天生乐观，处事能力极强，而且他们很有责任感，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都很真诚。他们的心机城府都用在敌人身上了，从来不会用在自己人身上。他们做事情很有主见，不会偏听偏信。在运势和努力的结合下，他们的事业会蒸蒸日上，经济条件会越来越好。除此之外，一个男人是否专情也很重要。古时候的富家男人都娶3妻4妾是正常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都是一夫一妻制。男人们如果还在暗地里搞3妻4妾的制度，会被社会称为滥情、花心、不正经的男人。那么什么样的男人面相容易滥情、花心、不正经呢？以下是5种最好色的男人面相：花心多情、不专一，容易沉迷于女色和享乐。1. 眯眯眼面相的男人。眯眯眼非常好理解，主要指的是一个男人的眼睛非常的小，看上去就像一条线一样，眼睛睁不大，看上去眼睛天天都是眯缝着的。这种男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抵挡不住外来的诱惑，私心比较重，看见漂亮的女性容易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欲望，有一种很强烈的征服欲，为人非常的好色，对待感情也非常的不专一，婚后出轨几率非常高。2. 眼神迷离面相的男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一个人的眼神能够看出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一个人眼神比较清澈而正直的话，这种男人一般内心也比较的正直和正义。而如果一个男人的目光比较闪烁，眼神比较迷离的话，这种男人一般心眼比较多，思想比较复杂，
并且特别喜欢撒谎，利用甜言蜜语去哄女生开心。这种男人一般非常的贪财好色，欲念较重，容易沉迷于享乐和酒色之中。3. 鱼尾纹多面相的男人，鱼尾即眼睛的尾部，所以眼睛尾部的皱纹又称之为鱼尾纹。一般来说，鱼尾纹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不断增多加深的。而如果一个男人年纪轻轻时鱼尾纹便比较多而重的话，大多是由于精力透支过重，体内元气消耗过多所致。这种男人一般缺乏自我约束力，比较注重享受，对待男女感情也不会用心和认真，私生活比较的放纵和混乱，喜欢在外面勾三搭四，是典型的花花公子类型。4. 鼻子大面相的男人，鼻子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还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以及对于感情方面的态度。如果一个男人鼻子比较大的话，这种人一般财运非常好，事业方面往往比较成功，但是对待男女感情方面却非常的花心，情欲比较旺盛，能把异性哄得团团转，但是得到后却不知道珍惜，为人非常的好色，经不起诱惑，婚后容易犯错。肩门有痣面相的男人，肩门即是眉眼之外的太阳穴附近位置，在面相中又称夫妻宫，代表了一个人的感情运势。如果一个男人肩门处长痣的话，这种男人对待感情非常的花心，喜欢用甜言蜜语哄骗女生开心，所以异性缘非常好，桃花运也比较旺盛。但是他们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待感情非常的不专一，婚后夫妻双方感情容易出现裂痕，非常的不安定，容易有第三者插足，离婚几率非常高。面相学虽然说属于自身运势，但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不要让自己进入误区，也不要太钻牛角尖了，放松心情，日子就会越来越美好。好了，算命先生说，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指短，即使其他文献再好，也无官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肉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劫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纹理和符号均配，以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主纹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古相书言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呈如今掌球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二，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互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掌色苍白不劫钱，不入寿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第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辈冲天富豪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二，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
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妇，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 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 三才纹，玉管照神局，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文感情线，人文智慧线，地文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才。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另有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11. 六绣纹，手相歌诀，六绣入掌中，处事好心胸，平人成大富，谋之禄未丰。六绣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六合纹、一禄纹。如果在六绣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绣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12. 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直必聪明，更得学堂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服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13. 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现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纹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14.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一是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欲千金直上加，这是少年人的词，前程富贵有人夸。
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文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手相中富贵的吉成符号较多，一般吉利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锦上添花。相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船纹又称为元宝纹。古有手有宝船，满载珠宝之说，可见宝船纹的作用非同小可。宝船纹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4个角不漏，属于财库，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宝船纹是由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宝船图形。一般情况，金元纹宝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盆形之状，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1982年生肖女士手相运势：第一，手大4指并收而聚拢，指爪有收，皮白肉细，一生富足之人。第二，手中宝船纹又大又封闭，并且事业线拖着宝船前行，一生运势旺盛，事业猛进，财运不断。实际福主从25岁开始自行投资，目前有上千万资产。第三，感情线深长，结婚线2条相对平衡，婚后夫妻和睦，子女双全。手相中元宝纹的出现，加大了运势的增强，犹如锦上添花。宝船纹的出现，必须要有深长的事业线配合，才能富贵有望。如果一个单纯的宝船纹，没有富贵不会太大，甚至无富贵之象。第二，手有一纹，富贵自成。手掌象征富贵与荣华的3奇纹，你有吗？手相主要就是看个人手掌中所拥有的那些特殊线纹，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生命线、智慧线以及感情线这3大主要线纹，以及婚姻线、事业线等特殊线纹。这些手掌线纹所拥有的外形特征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那么手掌中的3奇纹就是哪种特殊的线纹呢？一、特殊的线纹。所谓3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3奇纹有2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3奇纹。二、3奇纹的特点。之所以称之为3奇纹，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3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首相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3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他们能够在生活中遇到适合自己的恋爱对象，并且和对方有着一段美满幸福的恋情。结婚之后更是感情稳定，生活幸福。其次，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从而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获得贵人相助，使得即使自身缺乏出色的工作才能，也同样可以取得事业成功，更是能够在面临危机时化险为夷。最后就是偏财运出色，容易获得意外之财，一生都不需要为了金钱而发愁。由此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线纹所拥有的含义是多么的出色。三、拥有3奇纹的人。3奇纹这一手相特征确实能够体现出其人所具有的运势特点，但线纹本身也可以表现出命主的性格非常好。因为如果只是具备出色的运势而没有良好性格的话，那么也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好运从自己手中溜走。一般来说，拥有3奇纹手相的人性格认真且看重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底线，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坚持，也能够将感情放在第一位。第三，3金在手，必富有的发大财手。一、贵人纹。贵人纹又叫火星纹或第2生命线，一般贵人纹清晰之人都会有贵人相助，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新朋友也会容易信任你，与你合作，带给你转机。手掌有肉代表有福，也就是我们说的有靠山。二、阴质线下积功德，前有贵人，后有靠山。阴质线不仅仅脸上有，手上也有。手上的阴质线位置与贵人纹一样，也可以说是贵人纹的一种强势的变化。当贵人纹有3条，十分清晰的时候，就成了阴质线，也叫3金线。手相阴质线说明你前世积下很多功德，那些上一世受恩于你的人，今世会来报恩，因此今生你会很有贵人缘。即便是刚刚认识的朋友，也会莫名其妙的信任你，为你赴汤蹈火。
手相阴骘陷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3. 钱财纹多。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 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7. 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俗称金棍，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8. 通天手纹。位于月球较外缘的垂直线为标准的通天纹，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性、心理感应性，非常富有幻想色彩，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又称通天纹。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竖线，自眉心上方直至额际，及额上的通天纹也是天目的学区的显露。有这种线的人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潜心神秘事物研究，必有大成。双手都有通天纹的前世必是大善之人，今生头顶有灵光，一生有神灵庇佑，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有此纹的人一生不缺钱，一般有通天纹的人双手都会有，此人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财运，一生大成大富。第4，案例分析。虎虎生风的手相，根基深厚之人必是富贵相。第一个，金星丘尤其的饱满开阔，体质加精力充沛，根基深厚，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中指代表自身，土星丘代表责任感，此处杂纹多，代表自信心不强，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有利有弊，利在会审时度势，避其锋芒，弊端在易形成习惯，自身才能易被埋没，潜力难挖掘。食指巽宫财位倒是饱满，伴有井字纹，财运如井水，源源不绝。财虽一般，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本质有保障，稳定少起伏。掌心明堂凹陷，能存财守财，纹路看有穿掌的格局，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独立能力强，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成家立业后会颁布父母。不过穿掌人格局还是有，敢闯敢干。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加上金星丘饱满，穿掌和金星丘一定要配合得当，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穿掌格局。感情线深刻，重情感性，人缘不错，从太阳线也可看出。不过重情之人情路易动荡，容易陷入情网。脑线和情线见十字纹，年纪越大越相信玄学佛系，晚年易和佛家道家结缘。第二个，偏身自恋，身自恋，上下弱，中间强，面骨还算厚重饱满，运势不弱，只是额头稍浅稍尖，早运一般，难得祖荫庇护，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颧骨强眉骨弱，全压眉，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不过眉浓不散，上扬有气势，鼻高隆，自身独立要强，甚至有些过于要强，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眼大六白，但是黑白分明，防范意识很强，有些容易吓跑姻缘和贵人，一旦深交，自己会投入很深，容易被烂桃花侵扰。田宅宫见眉毛侵扰，靠山不稳，难入大公司做靠山。不过鼻高隆起势，厚重饱满，中年财运旺，夫运足，加颧骨凸，鼻权的配，中年能起运。不过鼻梁起结，颧骨凸，在婚姻中有些强势，偏敏感，缺乏安全感，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建议调